Hi，大家好，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最近有好多網友問，股災、滯脹係咪真係會發生呢？我每集都講經濟衰退、股災甚至滯脹，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喺2026年第一季剛完結，我作深入探討同埋分析，究竟以上嘅危機目前處於乜嘢階段呢？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過去黃金升勢凌厲，自今年2月底咧，美伊戰爭爆發以嚟咧，黃金版嘅表現咧，卻令無數嘅投資者咧跌爛晒所有嘅眼鏡。紐約商品交易所 COMEX 金價喺整個3月錄得超過13% 嘅跌幅，創下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咧最差嘅單月表現。土耳其央行咧更喺短短3個禮拜內咧狂拋126噸嘅黃金儲備。據美國 CFTC 數據，3月下旬資產管理機構大幅減持黃金期權淨買入合約，部分使用4至5倍嘅槓桿投資者虧損幅度咧超過17%，被迫止蝕離場。世界黃金協會4月2號發布月度報告顯示，2月份全球央行淨購買黃金19噸，低於2025年2月平均每月26噸嘅水平。但較2025年嘅2月嘅5噸淨購入量咧有所回升。截至4月8號各項指數嘅印記，道指報46,584點，標指報6,616點，納指報22,017點，黃金報4,816美元，白銀報75.83美元，鉑金報2,008美元，美匯指數報99.52。先睇下2026年嘅關鍵經濟衰退嘅信號。首先呢，就係殖利率曲線正常化。美國公債殖利率曲線增長期咧就處於倒掛狀態。呢個係經濟衰退嘅經典預測嘅指標，但最近呢已經恢復正常，轉為正值。雖然有啲人認為呢個係好消息，但從歷史嚟睇咧，經濟衰退咧往往喺曲線恢復正常倒掛狀態後咧開始嘅，因為市場咧已經消化咗聯儲局降息嘅預期。截至2026年4月3號，10年期同埋2年期嘅利差為正0.51%。跟住咧就係勞動市場降溫。經過多年強勁嘅增長，勞動力市場開始出現疲軟嘅跡象。2026年2月，美國經濟意外損失咗92,000個工作機會。2月份嘅失業率升至 4.4%， 接近4年嚟最高嘅水平。3月咧就略下降至 4.3%， 跟住咧就領先經濟指標 LEI 下降。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嘅領先經濟指標 LEI 喺連續幾個月下降之後咧，觸發咗經濟衰退嘅信號，表明製造業同埋消費者預期明顯疲弱。另外，消費者信心疲弱，消費者信心指數嘅預期指數已連續10個月低於80臨界點，預示着經濟衰退咧即將到來㗎啦。2026年第一季度咧，由於家庭面臨高額債務同埋儲備耗盡，實際零售額咧出現萎縮。再睇市場嘅調整啦。2026年初，主要股指均大幅下跌，納指正式進入調整區間，較高峰下跌咗10% 以上。標指喺第一季下跌約7%，仲有地區性嘅 PMI 驟降。2026年3月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從2月嘅高位57.7暴跌至45.4，遠低於50嘅榮枯線，顯示中西部工業引擎咧陷入枯竭。最後咧就係破產申請創15年嘅新高，由於資金成本上升同埋呢個利潤縮減，2026年初嘅企業破產申請量咧達到15年嚟咧最高點。
美國國家經濟局 NBER 同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主要關注4個同步嘅指標，以即時確認經濟衰退是否正在發生。第一，非農就業人數，就業人數出現顯著且持續下降。第二，就個人嘅收入扣除轉移嘅支付，經通貨膨脹調整後同埋薪水下降。第三，工業嘅生產，國家嘅工廠、礦場同埋公共事業嘅產量下降。第四，製造業同埋貿易嘅銷售，批發同埋零售層面嘅支出同埋商品流通量減少。雖然官方聲明使用上述嘅指標嚟決定是否經濟衰退，但係好多嘅分析師咧使用以下特定嘅信號嚟預測經濟衰退嘅，就係兩季法則。媒體普遍定義咧為連續2季 GDP 負增長，跟住咧就薩姆規則啦。當3個月失業率移動平均值比12個月最低值咧上升0.5或更多時間咧，就會觸發該規則啦。另外，殖利率曲線倒掛，從歷史嚟睇咧，當短期利率高於長期利率時咧，幾乎每次經濟衰退咧都可靠地發生嘅。仲有就能源價格飆升，自二戰以嚟咧，幾乎每次美國經濟衰退之前咧都出現油價飆升。咁截至2026年4月初，多個模型咧都顯示風險增加嘅。第一個就係穆迪人工智慧衰退模型，近期預測經濟衰退機率咧為49%。歷史數據顯示，一旦模型預測值超過50%咧，通常會喺12個月內咧出現經濟衰退嘅。沃爾瑪衰退信號，該指標追蹤沃爾瑪股票相對奢侈品指數嘅表現，最近咧已經達到自2008年危機以來咧最高嘅水平，表明消費者咧正在轉向必需品。第三個咧就係華爾街銀行嘅共識，佢哋認為目前嘅經濟衰退嘅機率咧約為50%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按下個鐘仔。呢個代表咧，你俾我支持，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，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咧睇到我嘅片。多謝大家支持。跟住就講關於2026年美國股災嘅討論。目前主要集中喺經濟週期壓力、通脹同埋利率政策嘅滯後效應，以及科技股估值過高等因素。市場分析師同埋投行咧，就好似 UBS 瑞銀，針對2026年可能出現劇烈波動，提出咗幾項關鍵嘅預警，就係融漲後崩盤嘅風險。部分專家好似 Yahoo 財經分析師預測，美股喺2026年前夕咧，可能出現咧最後嘅極速衝刺，即係融漲，隨後咧因動力耗盡而出現血洗式嘅回調。Trading Key 指出，若聯儲局抑制頑固通脹而維持呢個高利率咧，長期累積嘅借貸成本壓力可能喺2026年觸發經濟衰退，進而導致股市嘅崩盤。華爾街日報同埋風傳媒報導指出，目前漲勢咧過度集中於少數嘅人工智慧龍頭股，呢種脆弱嘅平衡咧，一旦企業獲利無法支撐高估值，可能引發連鎖嘅拋售。接住咧就係股災嘅出現。瑞銀 UBS 提到10大意外中，包括美債殖利率突破5%，以及全球貿易關稅如對等關稅政策帶來嘅衝擊。呢啲變數咧可能喺2026年咧集中爆破嘅。截至2026年4月，美國股市咧喺第一季度經歷咗劇烈嘅波動，受到科技估值重整、人工智慧 AI 獲利疑慮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嘅影響，主要嘅指數咧，好似納指咧就下跌咗7%，標指咧就下跌咗4.6%。呢個咧只係表面嘅。跟住同大家深入睇下不同股票嘅板塊先。第一，軟件行業喺2026年咧面臨嚴重估值嘅修正，好多曾經係高成長股，因 AI 競爭加劇或獲利放緩而大幅下挫。就好似 Atlassian 今年表現係最差股票之一，累計下跌咗約57至58%，
主要係市場擔心其業務受 AI 顛覆同埋內部人事拋售。跟住就係 AppLovin 喺第一季跌幅咧約41至43%。呢家去年暴漲嘅廣告科技公司因做空報告、聯邦調查同埋利潤回吐而崩跌嘅。再有 Monday.com 就下跌咗約53.7%啦。Asana 咧下跌咗約53.5%。Unity Software 係第一季表現極差嘅個別股之一。Adobe、Workday、Salesforce 跌幅咧均喺30至40% 之間。跟住咧就科技巨頭嘅美股七雄啦，係大型權值股，成為指數下跌主要嘅拖累。第一間就係 Microsoft， 2026年至今咧就下跌咗約23至25%。單一公司咧就貢獻咗部分類別近40% 嘅虧損。主因咧係財測未能達標，而且資本支出過高。再有咧就係 Nvidia 受到 AI 硬體需求飽和疑慮而影響嘅，股價咧亦出現明顯嘅回調。再有就係 Meta 因法院判決及兒童安全問題嘅法律風險，曾單日暴跌近8%，咁累計跌幅咧係超過25% 噶啦。Tesla 咧喺第一季咧跌幅約17%，主要受到銷售增長放緩嘅影響。第三個咧就零售同埋銷售同埋運輸都下跌。Estée Lauder 3月份嘅標指數咧表現係最差嘅，單月下跌咗34.4%，受累於產業背景嘅疲弱同埋交易不確定性。American Airlines 預計2026年咧將累計下跌30%。Lululemon 雖然2026年初已喺低位㗎啦，但其12個月累計嘅跌幅咧接近49%。第四咧就係金融貨幣同埋金融嘅科技。Coinbase 隨住加密貨幣市場回落，第一季就下跌咗26至35% 啦。PayPal 咧就因為財報不佳同埋執行長更換，股價持續走低，跌幅顯著。目前股票市場咧已出現多次急跌後反轉嘅現象，顯示市場咧正處於高度敏感期。呢個係從融漲走向融化嘅初期嘅階段。如果你持有以上股票嘅板塊咧，你一定問我股災是否已經發生？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好戲在後頭，股災咧好快就會到噶啦。跟住咧就講滯脹啦。滯脹係指一個國家經濟同時出現增長停滯、高失業率同埋物價持續上漲，同呢個經濟衰退或者失業率係唔同嘅。滯脹咧並非由一個官方機構，好似政府或者央行正式定義或者公佈法定經濟嘅狀況嚟嘅。滯脹主要特徵包括，首先就經濟增長低迷，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緩慢，甚至出現負增長。跟住咧就物價持續攀升，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保持喺高位，導致民眾購買力下降。最後就係失業率偏高啦。由於經濟停滯，企業減少招聘或者裁員，導致勞動力市場疲弱。咁截至2026年4月，美國經濟咧已經呈現輕微滯脹嘅風險特徵。雖然通脹從歷史高位回落，但由於地緣政治衝擊，好似2026年初爆發嘅伊朗戰爭，導致能源價格波動，加上關稅政策同埋勞動力供應減少，經濟增長同埋物價穩定咧，正處於脆弱嘅平衡。首先睇下通脹嘅指標啦，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喺2026年2月咧年度通脹率咧為 2.4%， 受伊朗戰爭同埋能源價格上漲嘅影響，部分機構咧已經將2026年全年通脹預期上調至 3.6%， 甚至有分析師預測可能超過 4.2% 添。聯儲局喺2026年3月會議中，將全年通脹預期咧從 2.4% 上調至 2.7%。再睇經濟增長嘅指標啦 ，GDP 增長率，亞特蘭大聯儲局嘅 GDP Now 預測，2026年第一季咧增長率為 1.6%。多數機構預測喺2026年全年增長動能咧
低於 1.9 至2% 嘅潛在趨勢。德勤指出，關稅政策同埋購買力下降，將使消費者支出喺2026年放緩至 2.1%。最後講下勞動力市場嘅指標啦，失業率咧喺2026年3月微降至 4.3%， 2月為 4.4%， 預計會升至 4.5% 嘅，因市場呈現低僱用、低解僱嘅僵持狀態。勞動力參與率咧略微下降至 61.9%， 3月份時薪年增率咧降至 3.5%， 為2021年嚟咧最低嘅，顯示購買力嘅提升速度咧落後於通脹嘅壓力。以上分析咧，目前美國正處於輕度滯脹。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喺禮拜一晚接受路透社採訪表示，現在所有嘅道路咧都通向物價上漲同埋經濟增長放緩。穆迪分析師首席經濟學家 Mark 表示，從方向上睇咧，呢個就係滯脹啦。高通脹、疲弱嘅經濟增長係政策、關稅政策同埋移民政策造成嘅。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，美股估值超高，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債券，財政部又要大舉發債以維持財政狀況。信用卡逾期率超高，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點。近年通脹越嚟越高，寫字樓空置率急升，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，企業不斷裁員，多國戰事仍未解決，長債息口上升，國債不斷創新高，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、Oracle、NVIDIA、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，從而形成一種閉環嘅經濟。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，相對不合理嘅回報，股價估值超高，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，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。市場估計2026年可能咧唔再減息㗎啦。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，我哋經濟前景並不樂觀。我相信油價將會升穿$100甚至$180，咁樣咧就將會引致嚴重嘅熊市同埋滯脹。到時黃金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，其價格咧將會大幅上升嘅。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，石油危機引致通脹，失業率處於高位，目前正處於輕度嘅滯脹。滯脹會引致股災，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，經濟衰退就會引致滯脹。以上危機疊加嘅情況之下咧，我相信經濟衰退、股災甚至滯脹，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圖中呢一期，我推算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白銀最低同埋最高價。如果你未睇過嘅話咧，一定要去睇下。喺股災初期，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然後黃金白銀就從低位反彈進入大牛市。喺股災初期，黃金會跌至$3830，白銀會跌至$42，然後咧就進入大牛市啦。黃金會升至$9919，白銀會升至$209。如果你持有股票就要注意啦，整個股災週期道指咧就會跌至23,721點。不過最後都係嗰句嘅，變幻才是永恆，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，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。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。
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